很多台湾人对日本都有一个向往啊，如果在这个地方退休会是什么样子的体验？哇，住在这边感觉很不错哎。这盘是这边最珍贵的一盘，6000日币。在东京买一个24平的10平居住空间，现在真的是2、3亿。你觉得住在日本的优点？湿度很刚好，很多各式各样的进口食材，非常适合皮克敏玩家。你不会选择在这里退休吗？我是绝对不会。我们频道最近有开启一个新的系列，就是想象退休生活。我们有拍过意大利跟美法，通常就是我会找一个长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当地人，请他带我去看看他在当地的生活长什么样子。透过影片可以让大家更好想象，如果在这个地方退休会是什么样子的体验。因为我觉得很多台湾人对日本都有一个向往跟美好的想象，到底实际上在这边生活跟那个想象中的美好有多贴近？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一下这些优缺点。那我本来是想说可以直接抓 Cat 来拍摄，因为 Cat 他其实在日本生活工作了长达10年，但是我跟他提案的时候呢，他跟我说他还认识比他住更久、更了解日本的人，可以让这支影片更加丰富。所以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去找一下 Cat 的这位朋友。去日本放假、逛街、吃吃喝，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吃。想要保持好的顺畅健康，推荐给大家新普利的全消化道益生菌 DX。新普利的全消化道益生菌 DX 使用专利技术，结合6种益生菌、后生元还有消化酵素，每包里面就含有300亿菌素。它跟市面上一般益生菌最大的不同，在它加了关键的后生元。后生元就是能直接参与帮助消化的有效成分，不需要给它时间等它在体内慢慢生长，而是可以更快、更直接的帮助消化，解决不舒服的问题。讲到消化道，很多人可能只会想到顺畅问题，但是新普利很贴心的是，它特别搭配了像是唾液乳杆菌和植物乳杆菌这些口腔益生菌，能够直接增加入口的好菌素，强化保护力，促进唾液分泌，保持健康。长期吃之后口气比较好，早上起床比较没有臭臭的感觉。每天早上起床或是空腹的时候吃效果最好。它可以帮助促进食物的消化，减轻吃太饱或是宵夜吃太多带来的负担，也让每天上厕所变得更规律、更通顺。像是出国旅游常常导致饮食不正常，或是换环境导致上厕所不通顺，就可以用益生菌 DX 加强一下。不过如果想要有最好的效果，还是建议可以长期规律的吃。如果之前还没有吃过益生菌的话，也可以考虑先从新普利基本款的日本专利益生菌吃一阵子看看。那这2款益生菌的详细资料我会放在影片的更多资讯栏。阿迪，哦 ，Cat， 我们现在跑到 Yokohama 要来找 Cat 住在东京的朋友。他的名字叫天晴，然后他住在东京20年。那他是做什么工作？他自己有一个护肤保养品牌，刚好在横滨这边有一个花报。OK。横滨车站一出来的百货公司，哇，好漂亮哦！来日本都会一直欣赏他们的建筑物跟一些美感。东京真的超级多百货公司的，逛不完。而且日本很多自有品牌，然后我觉得其实设计都蛮好看的。如果你是购物狂，然后退休的话，日本好像真的现在已经开始觉得很舒服了。但是会不会这样子？然后你太快就把钱全部都花完，你马上破产，退休不了，就又回去工作。对啊。Hello， 你好，天晴你好，好，你的品牌叫什么名字？ETT 就是很有生机蓬勃的意思，植物油为主题的品牌，所以过敏的人也可以用。对，没错，我们就是天然派的。哦，你是什么时候创业的？10年前。哦，10年哦，所以这个品牌10年了。已经10年，刚好今年第10年。一开始是只有这个洁颜皂，它不太会起泡泡。哦，牵丝哎。对。那这个是什么啊？这个是皂碟，就这样子。嗯。放在这边哦，好可爱哦！你们的包装都做得好漂亮，很适合当礼物。对，这个很多人买来送礼，真的要跟我买哦。对啊，我真的跟你买。不会，我跟你买。那我请你吃饭啊。可以。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你家蹭饭。好的，我们今天要先来采买食材，然后我们要在天晴家做料理。我们来这个听说是比较高级的超市。嗨，天晴。我们今天大概要买什么？我其实已经先买了一些回去，然后我们要多买一些新鲜的蔬菜。好。然后我订了一个鱼，现在是吃那个鲫鱼。哦。所以你还知道鱼的不同季节啊？当然知道了，要当季才好吃啊。哦。今天有一个前菜要用草莓哦。前菜要用草莓？对。今天很便宜哇。这样子是便宜的。在这间超市，因为它平常都要个500-600块、600-700块。哇，台湾凤梨在这里卖这么贵？是啊，台湾凤梨可是高级凤梨。是，这边有写。台湾的台湾凤梨跟台湾香蕉都是高级水果哦，然后拿来做成那个莲藕啊，我知道卡拉波纳了，它都已经切好了，330，也才60台币，对啊，因为你们现在都价值观对，因为汇率的关系，对，你们现在是订那个比较便宜，都价值观崩坏。
金洋葱对，哦非常甜。金洋葱就是春天刚生出来的洋葱，它会就是特别甜。你今天要煮几道菜我们今天大概有7、8道。 ？7包菜啊！我们今天是一个还蛮大的聚会，很多朋友，然后 Cat 他们也会来。哦，这是预约好的鱼。这是约好的，就是你可以挑鱼嘛，然后你会先跟他讲，他就会帮你处理好，然后把那个去皮去骨什么，然后回家弄就很方便。OK， 芦笋一直很担心大家吃不够。现在春天芦笋很好，很漂亮。这个是我觉得我最推荐的非常好吃的蛋，蛋黄的味道特别浓厚哦，然后蛋白又很有弹性。OK， 今天我们的菜单里面有一道很特别的料理。对。天晴说看我的影片有去学怎么做 carbonara， 所以他要做一个创意版的 carbonara， 然后是要用刚刚我们看到的那个莲藕来做嘛。好，我们要来结账了。像是5650哦，我们到家了。到家了。哎，有狗狗，这是你的狗吗？它叫教授。教授哦，研究生的狗。对。狗狗。研究生今天出差派他来出席我们的 party。你们这边是2房1厅？对，2房1厅。因为它本来的格局是3房，可是因为我们家2个人了，然后我们希望客厅大一点，所以我们就把它选择就是把一间。对耶。因为我喜欢做菜，所以木头就容易伤到嘛。然后后来我们选这个是陶瓷，所以它可以热的锅子都可以。我觉得你们家很有设计感哎，就是后面跟到后面这个什么柜子，这柜子。善用 IKEA。啊，这是 IKEA。对，这是 IKEA， 这个也是 IKEA 的那个。这是 IKEA。厨房的 countertop。这些都是你自己选品的，这样。对呀。跟搭配的。哇，你也很有室内就是设计的概念呢，它很适合在这个空间。教授。那个是教授。他在舔我的镜头。哇，住在这边感觉很不错哎，就这个公共空间，补充拍一下他们单间的厕所。好漂亮哦！这是我画的，是你画的？对，我在这边签名。你还会画画？哦，浴室在这里。洗衣机会在室内，洗衣机是家人哦。浴室在这边进去。业配时间吗？业配时间啊，有很多产品。一还有反油。难怪要介绍浴室。我们是希望6点可以开饭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先料理。发现这里有一本江振成的书哎，你之前是江振成的翻译。对，我当过1、2次他的活动翻译。你说精油，然后呢，你煮饭，然后画画，然后翻译。画画不用放进去吧？我不好意思，我在换，我只换。还有什么扯铃？你还会扯铃？你真的很扯哎！人生比扯铃还扯的。对啊，你就是那种家里的家长就会说，你看我们叔叔的那个天晴，他多优秀，他什么东西才艺，他创了一个品牌，然后他煮饭给我吃多好吃，不想要亲戚的小孩这么优秀，不要帮你了，你待会全部自己煮。只能分，太辛苦。我请假出来一下，因为想要问 Cat 东京的居住成本，这边的里面的10坪好像是24。OK。所以我看这边我就觉得24的居住空间够。那如果我要在东京买一个24坪的10坪居住空间，大概要多少钱？日本的这个阶级划分其实是很明确的，变成说常常如果日本人问你说你住哪一区，就大概会知道说你是什么样的人。其实就可能跟纽约有点像。好的区域的话，现在真的是2、3亿。日本就还有品牌哦，还有分楼层，你是譬如说你30层以下是平民，然后它还有阶级是不是？ 30到50是还不错，然后50以上才真的是贵族。好，那假设涩谷，哇，涩谷就真的很贵了。好，那我不要住涩谷。那哪里是不错，好住但是又便宜？我觉得现在应该也还是要1.5亿到2亿吧。太贵了啦，就是、不行，那不行哎。不然你就去住埼玉好了，或者千叶好了。其实日本的上班族啊，你常问他们说他们住哪里，他们都住埼玉跟千叶，然后他们的通勤时间单程都是1小时到1.5小时。那不行，那太久了。可是因为你 work from home 啊，你没差啊。但我觉得我不会想要住到那种这么偏僻的地方。如果真的要住的话，我会想要住。我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离地铁近，因为这边的地铁实在太方便了。这边地铁，因为大站，比如说我们这次住涩谷嘛，我任何地方随便走个5分钟就有直达，就可以回到涩谷。我觉得这位客人就是典型的 OK。又要马儿好，又要马儿不吃草。我刚才以为他说我可以住一个小站，但离车站近，这 make sense。我觉得我对日本房地产的想象，有点把它想象的太便宜了。
不要加太多。好。这么多人帮我忙，我好有成就感。好，上菜喽！我们要先给天晴一个拍手，阿修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我们吃饭开动。推荐大家可以先从日本比较新之助，新之助的米呢跟生火腿，其实这个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吃法哦，然后就是非常的赞。饭加上生火腿，丝袜火腿40单，你们知道40单吗？丝袜的单位。对。怎么会知道？对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我喜欢穿丝袜。什么？哇，谢谢。这个给你。哦，好哎，谢谢。我们今天煮饭煮了多久？我们煮4个多小时吗？哎，其实煮饭时间过好快哦。是啊。没有觉得过这么久了。对。精疲力尽啊！いただきます。要加一点点这个，1-2滴就可以了。有没有很赞？很赞啊！怎么那么大？如何？是不是很赞？好香，超级香。这盘是这边最珍贵的一盘，6000日币。对。我们刚刚超市是花了5500，然后你说你之前也买了一批吗？先买了一批，是花多少？也是差不多5000多块。所以食材费如果不算这个的话，大概1万多一点。我然后每次差不多8个人 home party， 然后开大概这么多人都差不多这样子。哇，那很便宜耶！1万多一点点，这样才台币2000多块钱。那我来吃吃看我们的这个特别版 carbonara。OK， 有 carbonara 的香气。好吃吗？这可以耶，很赞，对不对？这味道很搭哎。而且你这样子的话，它就算就是稍微凉了一下，它也不会吃，就像个下酒菜这样。对，如果是面的话，一凉掉就很难吃，而且很难复热，这样很酷哎。我觉得这很像会出现在黑白大厨的料理，有一个料理概念，但把其中一个基底抽换一个元素。东京版carbonara。哇，你是味道小精灵哎。真的吗？很会搭味道。天晴有一个那个食物的 IG 账号，大家可以去追踪一下。他刚才自己烤了一个面包，博卡夏，夸张。2位觉得如何？太感人了，太感人了，湾区最好吃的地方。教授也有鲜食可以吃。还没有。OK。哦。而且他吃饭很秀气哦。真的耶，他吃的好慢哦。对，他吃的时候，对，这是他主人写的书，研究生的书。好，欢迎大家支持他的 podcast。啤酒入菜了，给你个赞。天晴，我想问你，住在日本除了房租或买房子，跟刚刚我们看到食材费之外，你们一个家庭还有什么比较大的开销吗？因为我们现在只有2个人嘛，然后我们2个又平常不太买东西，所以我们几乎所有的消费花在吃的上面。那个呢？医疗费用呢？医疗费用跟台湾我觉得应该差不多，日本也有国民健保。哦 ，OK。生大病的话可能就不太一样，如果像一般就比如说你去看牙医啊，或者是生病感冒这些是差不多的。OK， 那你住在日本这么久，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住在日本的优点，因为你特别喜欢的地方？湿度很刚好，可能冬天会有点比较干，可是因为我在这里久了，所以我比较习惯一些。然后台湾比较潮湿一点嘛，然后日本比较潮湿的季节很少，所以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比如说过敏，可是我来这边就好了这样。然后一个很适合散步的国家。对，这的确，人行步道你可以从 A 点到 B 点。完全用走路的是，都可以有人行步道的，非常适合皮克敏玩家。对，真的。而且你走在路上的时候，比如说市容也蛮好看的，特别是我们这次来的季节是最好看的季节，就是樱花季，很漂亮。就是因为我很喜欢煮饭嘛，然后日本这边有很多各式各样的进口食材，尤其是他们的那个乳制品非常的优秀，然后所以我要买各式各样的cheese都很容易买到，平常超市就有的买这样子。我觉得日本是一个很细腻，然后很周到的国家。一般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电车很准时嘛，然后宅急便也都会在你约好的时间，就是他一定会来。你去逛街的时候，永远都可以买到那种就是直击痛点，然后你就觉得。我就是想要这个，他怎么有办法想到这种就是很细腻、很贴心的？然后你从每天起床开始很有秩序，然后很稳定，不太会临时出状况。活在这里就是生活中细节里面那种阻力很小的感觉。
但是我觉得日本的这种细腻和周到啊，你与其说它是发自于每个个人的体贴，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一种就是被教育出来的结果，一个系统性的。对，就是它是一个被教育出来的社会规则。哦，当你生活在这里的时候，就是这个社会会拿一样的标准来要求你，你也要守规则。对。我们为了眼神啊，影片的这个完整性，我们还是要请你扯铃一下。为什么现在的厨师好辛苦哦？煮完饭之后还要取悦这一群暴民。海底捞，海底捞，为自己。我海底捞都没谁录。这个跟蚂蚁上树。开心了，可以。绕几圈了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先来吃一个年糕汤哦。上野名店这个年糕汤820yen，现在真的因为汇率的关系，就算是外食也还蛮便宜的。日本的外食跟台湾的消费现在已经差不多了。然后这个是我们的早餐，我们点了2个年糕汤，招牌甜点，里面有红豆，然后好像是有橘子吗？白白那是隔壁。虽然是清汤，但它很有味道。蛋包的，对，年糕在下面，这里。这年糕好有味道，最后有个甜甜的味道。我觉得是米的甜味。而且这天很多人，他刚开门就已经坐满了。而且一大早可以喝到热汤，真的。对，而且它不是大家很怕的那种死咸，它是很鲜甜的。我前几天跟在这边工作的朋友吃饭，然后我也记得我拿着菜单，然后在那边换算的时候，一直在惊呼说：“哦，好便宜哦，现在汇率好便宜哦。”然后他就一脸很痛苦，他就说：“你不要再说了。”因为他赚的是日币。但那一餐我印象很深刻，因为它是一个很漂亮的店，然后我点一个精致的牛排，也没有到说分量真的很小，但是它才5000日币，真的很便宜，超级便宜。就我觉得如果同等级在台湾吃，可能要2-3千。我是大概15年前来的，我大概是从日币0.3看到0.2，所以你就觉得，假设你有100万日币好了，它就是硬生生的少了10万台币的价值。所以这几年就是日本人很常去台湾跟韩国，就是相对他们来说还是物价比较 friendly。如果你是吃什么大餐的话，台湾其实动辄也会超过2000。对啊，可是对日本上班族来说，他们还是觉得说去个居酒屋大概，我觉得5-6千是他们的平均。我们来试试看甜点，甜点还是它的本业。大家来这边都会吃它的红豆，蛮甜的。这是什么啊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大红豆这种感觉，鹰嘴豆泥之类的东西。我觉得它甜点就是正常发挥的日式甜点。我反而觉得一定要来吃那个年糕汤。我们在台湾都会吃那种小的，然后这边就是巨大版，然后是现做。大的这样子一盒490yen。这个是吃薯条用的。觉得你拿这个好猥亵哦，好猥亵，拿的样子吗？这样子戴，非常日本，好用心哦，什么东西都要这么精致吗？有大小。来吃吃看这个，哎呀，就我们一般在吃卡路比的薯条的时候，就整根是脆的，然后这个里面就是还有薯泥，因为它太大了，如果整根是一样材质的话，我觉得它会不好吃。我觉得这是它特别的设计，吃起来蛮精致。蛮好吃的。这边的商店好多，是哈利波特、Jump 漫画、角落生物，然后七龙珠。这里像是超级加强版的台北地下街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到1楼，Cat 说有很多有名的伴手礼，可以让我买回去送给爸妈。开心果巧克力夹心、焦糖布丁塔、猫厨房柠檬夹心。好，我买了 Cat 推荐的3个伴手礼，而且它每一个都包装超漂亮，差不多1000出头日币就买得到了。这边比较方便的是，你这边加起来只要超过5000，就税前超过5000就可以一起退税。然后这里也有药妆店，爸妈有托我买一些药。这间药妆店很漂亮。对啊，这间好新哦。我是要买那个头痛药跟感冒药。头痛药这个，对 ，Eve， 对。长辈最爱。从这几次旅行，推荐你买的。OK。因为我很常看你戴帽子，像你现在就戴帽子。它专门在治头皮痒的，有点是头皮湿疹，对不对？可以耶，就可以涂看。就头皮的良药嘛。每次大千要模仿我的时候，他都会模仿我这样。
一直在抓头，然后不然就帽子要拿下来，对对对然后抓完再戴上去。然后第二个是啊，不止一个、哦，你是不是暗恋我啊？你为什么一直观察我？观察你，你为什么？然后就是见缝插针。然后这是他们3月才新出改善毛孔的哦，你可以晚上。这是什么面膜吗？面膜对。3个就是我觉得你的眼睛都很疲劳，因为你都一直在看手机玩皮克兵，就是要有这种眼药水，眼药水 ，OK， 专门就是保养眼睛的，然后它还可以改善你的睡眠。OK， 最后一个看到你出国的时候感冒，维他命 C， 它是脂体维他命 C， 它比一般的维他命 C 可以停留在你的身体里面更久，就会防护力会比较好。请问你是药处小姐吗？你为什么会懂这么多？这几次旅行都非常的需要这些东西，所以刚好逮到机会，想要推荐你这几样。好，可以买褐橙胶。那我们一整天下来超级丰收，刚刚3个伴手礼加上药妆店所有的东西，然后还有这个很可爱的东京车站皮卡丘，这样子总共是15934yen，换算成台币3200，这么多东西耶，才3200，超划算的。哦，就是这个拉面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间店。我个人推荐2号手拉诺伊罗，这个吗？对 ，Special 鸡白汤，1500。可能对台湾人来说也比较清爽，比台湾的便宜很多。台湾现在一碗大概都要300-400。对啊，拉面的话，哇，这个超澎湃，都是蔬菜，而且我发现它有 vegan 的，然后还有 vegan 的担担面。好，那个蛮精致的一个拉面店。这边感觉什么东西都很新哎，它是新开的吗？没有，就是日本人就很会维护环境，就是那种明明就已经开了10年的店，看起来就像刚开。我光看这个浓稠度跟颜色，2大片叉烧肉，这个叉烧肉害我一半的脸大了，还有馄饨。馄饨很好吃，它里面有很多蔬菜，味道很清爽，不会油腻。这家感觉是主打健康体育的拉面。哎哇，也很漂亮哎，素食拉面里面有很多蔬菜的，它的颜色不太一样，不知道酱油吗？我现在突然很好奇，它那个 vegan ramen 会是什么味道？只用蔬菜煮出像动物油脂那么浓的高汤是很困难的。我的汤头那个蘑菇味很重。是吗？就是它感觉用大量的香菇，有点像蘑菇浓汤。哦，真的哎，对，好酷哦，会很搭哎。我觉得现在也越来越多日本的店都会开进台湾。不知道在台湾的价格会不会比日本贵？我很难想象这一碗拉面在台北只卖200块。我们聊一聊，发现 Kat 跟阿汉2017年就认识，就 CP 了耶。他们还拍这种暧昧的照片，为什么我们没有？那等下我们可以。我们的在哪里？为什么？不要吃错好不好？完食，好吃哦，这好可爱哦。一般街他们把这10家拉面店做成这样子10碗的呈现，而且我发现这些都是东京的拉面名店，然后这里都有点像是他们的分店。因为我刚刚在吃那家的时候，他就有说哦，我们的本店在这边，这里有点像是集结了东京拉面名店的精华，放在同一个地方。东京一番街完成，赞，来赞一堆。好，我现在要来去测试一下日本的行政效率。我写了一些明信片要寄给会员，然后我要走到最靠近我住宿的涩谷邮局，它是周末都有开的，因为今天是礼拜6，所以还是可以寄得出去。然后我这是住涩谷嘛，在昨天晚上大概8、9点的时候吧，在涩谷最繁忙的这个交叉斑马线上面，好像有人纵火哎，然后那个时候就是看到有很多警车啊，然后有警察去把那个人逮捕，但还好那个时候我就窝在房间里面写明信片跟过片，所以宅男还是有它的好处的。邮局。东京也还是蛮常下雨的哦，我这次待在这边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在下雨的。这个邮局是跟便利商店一起，就是穿越一个便利商店，来到这个，它跟便利商店还有银行共享同一个出入口，上来到2楼才是邮局。OK， 这边邮局啊，我买邮票，或者给我看有哪些样式。然后他说，因为我太多了，所以他要直接用这个印章，就直接这样子印，它就可以寄出了，效率很好哎。而且可能因为不知道下雨天吗？加上周末，我原本期待是要排队领号码牌，然后要等一阵子，因为我以往在其他国家在寄明信片的时候，
我都会预留大概1个半小时的时间，就等啊，然后还有操作什么的，然后沟通。他现在已经马上开始在做了。OK， 完成了，超级有效率。我寄出超过100张明信片，大概半个小时内就全部完成了，效率极棒。好，到影片的最后，我们吃早餐邀请到平衡报道特派员 Kat。广大的台湾朋友们，大家都很想来日本退休。对，所以我这样讲，我怕大家会觉得我泼冷水。不会，不是，因为影片不能都只有称赞， Okay. 而且你是实际上在这边住10年，而且你之前有跟我讲过，你不会选择在这里退休嘛？我是绝对不会，绝对 OK 好。要什么例外？对嘛？那以你的个人经验出发，我觉得可以听听看，为什么你做这个决定？没问题。你觉得最大不会让你在这边退休的阻力是什么？像我这种住在日本过的人，其实就不会向往想要在日本退休。为什么啊？因为就住过了，体验过了，就没有那一种滤镜吗？没有滤镜。那你住在日本10年之后，你看破了什么事情，或是你发现了什么缺点？因为我觉得我身边大多数的同行，如果有讲到去另外一个国家定居的话8、9不离10都是日本。那是定居 ，like long stay。对，定居，然后或是退休，甚至是大家会去规划，想说啊，我在这边，比如说在福冈买一个独栋，然后也会想到，比如说这里开公司，然后怎么拿到永居。所以我觉得很多台湾人都对住在日本很有向往。第一个是最基本，你要会讲日文，但你就是要做很多 effort 去做这件事。这个不是你说很像是我今天想要去台东退休，所以我就在台东买一个房子，我就可以去那边退休。就你今天是跨个国，是，然后你跨国之外，你还有语言上面的隔阂啊，对语言，然后你就算会讲日文了，那还要就是 depend on， 就他们都会说你会不会读空气。OK， 就是可能我跟你说好，但是那个空气就是不好。那你读不懂的话，你就会觉得有一种常常会格格不入。这个是就算你会日文，对也会读不懂。会，然后你还要够OK， 然后你可能有那个环境去接触这些日本人，你要在日本交到日本好朋友很难，不容易。基本上就是你要融入到这里的生活环境，有很多的前提条件，你的一个一个都要打勾，你才能够真的融入。虽然我在日本也有很多朋友，我总觉得在东京的台湾朋友，我都觉得大家都是也很努力在打拼，所以那种就算是朋友，可是我觉得距离还是有点远。然后因为我觉得我是 people person 嘛，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在日本没有办法有好朋友，我会觉得住起来总是少一点。好，那我们目前讲到了签证问题、语言隔阂，或者是读空气，然后跟能不能够真正的融入到日本的交友圈，这些之外呢，如果我就是一个不管，我就独来独往 ，OK， 然后我就是喜欢这边啊，樱花很漂亮，街景很漂亮，市容很漂亮，然后这里的食物我觉得很喜欢，那我适合住在这里吗？我觉得可能可以耶，因为之前我就看那个梁朝伟就说他很喜欢住在东京，因为他很讨厌跟人家接触，所以他就会觉得说没办法沟通，对他来讲很棒。OK， 但因为我就大一人，我就没办法，所以我真的觉得事情没有绝对，就是你很喜欢的话，你还是可以住。那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台湾味啦，然后我觉得东京都没有什么好吃的台湾料理。真的吗？说真的，因为大家来日本最多就是2个礼拜。对。那像你如果住下来，你会发现其实日本的食物很单调。说实在，真的，我就觉得每次我就一天到晚都在吃炸鸡、卡拉给。你说什么和牛烧肉或板前寿司？对啊。就你身为一个住民，你不可能一直去吃啊。对。我觉得现在大家说想要来日本退休，的退休其实可能就是来 long stay，不是说我来退休我就是待到这边待到死。因为你是一个距离没有到真的那么远，你认真可以考虑的，所以你考虑过，然后你决定不要来这里退休。对，人生当中能有几个月、1年住在日本，真的很美。对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真的要住下来，你会遇到蛮多问题，都65、70，然后你说你要来日本 challenge yourself， 就是这个可能就是我觉得的定义。但如果你是譬如说 gap year，或者是一个转换，你想要来3个月，那因为签证也其实你就可以待90天，那个方式我就会觉得很 easy。in the end你还是一个观光客，只是你就是在这边 long stay， 对吧？所以来这边观光，来这里 long stay， 来这里工作，跟来这里退休是非常不一样的，非常不一样。对我来说，就是要退休这件事情就是很 serious， 所以我也会去想到说，如果我是来这边退休，我有身份吗？那我有身份才能够用这边的健保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那我老了怎么办？对啊，就是
我就很务实啦，我就会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。台湾人因为可能常常来日本，但是多数都是以观光客的角度在看日本。我每次待都觉得待还不够，对啊，然后再多待几天，那种意犹未尽的感觉。每次来都是来日本最漂亮的时候，你就想想看，就是对，像现在，如果是就是冬天下雨或下雪，你就真的会觉得。也很漂亮啊，你会觉得很凄凉，太冷是不是？对，我以前就是冬天的时候，然后就冷到你还要戴手套，我就会觉得有一种好命苦的感觉，就是有人在异乡打拼。没有用这个角度想过。对，所以有一点点孤单的感觉。台湾人就是现在对于日本的喜爱，就是一种有距离的美啊。但如果你住下来，就是不要住太久，因为住太久了之后。就是可能就会浮现一些问题，这样子。以上就是我们平衡报道特派员看的报告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还是可以再讨论的，因为很怕大家攻击你吗？不管，我全部都剪进去。没有，大家留言区理性讨论。对，好的，那以上就是我们日本退休的特辑，希望给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观点。当然，我在拍影片的时候都会试着想不同的切角，可能比如说学当地语言啊，深入当地的文化，在观光以外真实生活的切角，就让大家可以更丰富对于一个地方的看法。之后大家还有想要看我去哪一个国家拍退休系列呢？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说。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喽，拜拜。插播一下，我们这支影片也有要做会员抽奖，我们要抽出的奖品是这些我多买的皮克敏。这个是日本 Nintendo Store 限定的商品哦，各种颜色的皮克敏都有，总共有20只。如果有想要参与这次抽奖的，可以到这边这个会员影片里面登记，总共有20个名额。